哟，我是永琪，今天来跟你们分享利用游戏赚钱的8个途径。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网络创业、网络赚钱、YouTube 频道运营的方法及经验。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请你务必要订阅我的频道，按赞、留言、加分享，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记得打开全部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种赚钱的方法及机会。先提醒大家一下，影片下半段会分享2021年最新的游戏赚钱方法，真游戏赚钱。请不要错过哦！以下我将说明利用游戏赚钱的8个途径。1. 卖账号及卖虚拟道具。最早期的游戏赚钱方法就是打宝物、卖道具，但是这种方法太花时间、太靠运气，除非你喜欢的游戏刚好是这种类型，不然我不建议利用此方法从事游戏赚钱。游戏厂商各种阻止虚拟道具换现金的手段，再加上手机游戏大部分都是转蛋抽卡的机制，所以目前卖虚拟道具的方式大多都是以卖游戏账号的方式进行。如果你有想要利用这种方式游戏赚钱，那么建议你注册游戏账号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自己常用的 Facebook、Google 账号，最好是另外注册一个账号，或是另外注册 Google 账号进行游戏，以免未来在出售游戏账号的时候会有各自外泄的疑虑。至于要怎么进行这种游戏赚钱的方法呢？我在上一集影片有介绍过了，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上一集的影片哦。不过请在本支影片看完以后再去，本支影片有很多干货，一定要看完，千万不要错过咯。第二种游戏赚钱的途径，游戏陪玩。吃鸡游戏及 MOBA 类型的游戏是组队对战的游戏。什么是 MOBA 类型的游戏呢？我们大概来说一下比较有名的游戏有哪些。电脑游戏有 Dota 2，还有英雄联盟，俗称 LOL。手机游戏有王者荣耀、传说对决、决战平安京等。这些类型的游戏需要比较强的技术或是比较好的硬体设备，自然就会衍生出游戏陪玩的服务。有的人需要同样热爱游戏的强力打手，或是怀念学生时代与朋友一起打游戏的时光，或者想找一位异性陪伴消磨空虚寂寞。因为游戏陪玩主要是语音沟通，所以只要你的声音好听，这个部分可以靠硬体来改善。热爱游戏，喜欢聊天，那么恭喜你，你非常适合游戏陪玩这个游戏赚钱的工作。根据一些 YouTuber 的测试，游戏陪玩1个月平均可以赚到10万新台币，最高的还能赚到19万新台币，非常的好赚。第3个游戏赚钱的途径，游戏代玩。很多游戏都有很花时间的设计，上班族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花点小钱请人家代玩，让自己的进度可以超过朋友，获得些许的成就感。像是最近很热门的游戏《三国志战略版》就是这种类型的游戏。第4个游戏赚钱的途径，参加电竞比赛。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第一次将电竞纳入为大型运动竞赛项目，或许2024年巴黎奥运会也会将电竞纳入为比赛项目之一。南韩知名电竞选手 Faker 李相赫曾经获得3次英雄联盟世界冠军，估计他每年靠比赛奖金及厂商赞助可以获得460万美元的收入。2019年Dota 2上海国际联赛，20岁的澳洲选手恩娜跟他的团队总共赢得了1500万美金的奖金。还记得以前父母总是说整天只会打电动，未来会没前途，但是现在只要你电动打得够好，年收入几百万也可以让你迈入人生胜利组。特别是如果你能从5大联赛英雄联盟、Dota 2、绝对武力、全球公式、Friday Night、斗阵特工其中一款游戏拿下冠军，那么你得到的奖金让你可以马上过着退休的生活。在成名之前的收入主要是比赛奖金，或者看看有没有赞助商提供的薪资跟奖金。现在也有业余比赛，缴交报名费赢得奖金。 Gamer Salon 这个网站有使命召唤等游戏， Pookie 这个手机 APP 有传说对决、英雄联盟等比赛。第5个游戏赚钱的途径，部落格或电子书。现在的游戏越做越复杂，越来越难懂，你可以去收集网络上的各种资讯，写成资料，看你是要写成部落格来经营，还是要写成电子书来卖，这也是一个游戏赚钱的途径。如果你脑筋灵活，可以想到什么独门妙招的话，那么就可以大大增加你的知名度，你的粉丝也会越来越多。第6个游戏赚钱的途径，游戏类 YouTuber。 我们来看看2020年前10大 YouTuber， 其中有4位都是做游戏类型的 YouTuber， 当然他们年收入也都是1000万美金起跳。至于怎么做游戏类 YouTuber 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再留言跟我说，我们在下支影片再来讨论。第7个游戏赚钱的途径，游戏直播。现在很多人
采取最直接的方式游戏直播。游戏直播比较省时间，不用再制作影片，可以真正做到边玩边赚钱，还能玩到自己想玩的游戏。现在最大的直播平台有 Twitch、Facebook、YouTube。收入有下列方式：一、粉丝直接汇款；二、广告收入；三、厂商自入性行销；四、粉丝直播间打赏。Twitch 有小起点 ，YouTube 有超级贴图 ，Facebook 有赏星星。在影片下半段，我来介绍2021年最新的游戏赚钱方法。真游戏赚钱，千万别错过咯。第8个游戏赚钱途径，可以赚钱的网页游戏。JobTraber 职业神游戏，第一个卖点，它是正统游戏，可以边游戏边赚钱，跟上一集影片介绍的手机 APP 指定任务型很不一样。至于手机 APP 指定任务型是什么，请看我上一集影片。简单来说，手机 APP 指定任务型就是要你看广告及分享 APP。我们来看一下 JobTraber是什么样类型的手机游戏。它的主轴是卡片战斗游戏，一套卡片总共有6张。卡片的取得呢，是透过游戏的进度取得，或者是游戏内的真彩，还有拍卖场的购买。我们来看一下战斗画面，这里有分为自由关卡跟特殊活动。我们看一下首页，这里有故事模式。我们来看一下战斗画面，进入战斗后，我们每人有1000点，对方也有1000点。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魔法值，这魔法值的用途有2个。召唤卡片，这里有每个召唤卡片的数值130，这样你的魔法值就减少。然后每一个卡片有技能，技能也会扣魔法值。这一个游戏有6个属性，这里就有相克表，非常的直觉。我们回到卡片这边，我点这张卡片的时候，它会告诉我它对这2张卡是相克的，但是它被这张卡克制，这样就很快速的可以进入状况。我如果要用这个攻击，它就会扣我的魔法值，魔法值为0的时候就只能用普通攻击的。获胜条件就是把对方的6张卡牌全部打倒，跟所有的游戏一样，获胜后就可以获得材料。我们回来看一下卡牌，一般卡牌叫守护。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卡牌刚取得的时候只有1招技能，当你重复取得卡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突破极限，就可以学到第2张技能，而且可以突破等级上限。那比如说我按一下，第2次突破了2张，等级也可以再继续加10点。另外一个，你可以利用培育的功能，培育的部分的话，它可以增加你角色的3维。利用培育，它告诉你需要什么材料，各要几个，这跟一般的游戏是一模一样的。刚才提到战斗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对方的3张卡，但是后面3张看不到，增加了游戏的随机性跟运气值，所以说耐玩度也会比较提升一点。现在补充一点，这个游戏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可以点这里，它可以切换语言成中文。刚才提到说，游戏的卡片的取得是透过真彩或者是购买。我们先看真彩，真彩的方式呢是跟少女前线很类似哦，它就是4种不同的宝石，你可以随机数量。然后你觉得这个数量太多了呢，这里可以改，或者是直接按这里随机，然后确认，它就开始增彩，10分钟就可以取得。这是我之前放的。这个游戏的第2个卖点就是它的绘师来头都不小，看一下官网，它的主线故事制作是由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神之拿漫画的作者树林生老师所制作，角色设计是以美术本晴彦漫画家所制作。这个漫画家有做过超时空要塞系列、甲铁城系列，这都非常红的漫画哦。这里面还有台湾知名漫画家的作品模仿蚩尤，大家可以期待哦。据官方表示，他们会征集更多的漫画家加入。JobTraber 的官方非常照顾画师，以往画师缴交作品后只能获得一次性的酬劳，但是在 JobTraber 的商城，这个绘师的卡片每经过1次交易，他就能获得1次酬劳，所以10次交易就有10次酬劳。所以当 JobTraber 红起来以后，就会有更多的知名创作者前来合作，或许会有你喜欢的创作者哦。第3个卖点 Digital Art Action， 简称 DAA。DAA 就是这个游戏的商城。我们看一下电脑画面，我们来看一下 DAA 这个地方可以购买 Depay Coin。Depay Coin 就是用来商城交易的货币，一个台币大概可以换 6.3 Depay Coin。这个游戏的卡片有2种，一种叫守护符，就是我们在游戏中取得的部分，另外一种就是在商城取得的艺术守护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2个特点，那些知名画家所画出来的作品。这边是商城的直接购买，这边还能拍卖购买，只有艺术守护符可以在这边拍卖交易。所有的艺术守护符都是限量发行的，所以当玩家越多的时候，艺术守护符的价格就越高。前面有提到一个重点，玩游戏也能赚钱。关于 Depay 的 Coin 转换成台币的计划，官方表示还在筹划中，但是在印尼已经可以直接转换成
当地的货币。那台湾的玩家要怎么从这个游戏赚钱呢？我们可以利用虚拟货币交易所，我们可以看到 Depay Coin 它也是可以有虚拟货币的价格。台湾玩家的话是透过 Depay Coin转换成比特币，再把比特币转换成台币，一样可以赚到钱。那刚才有提到说印尼都已经可以转换成现金了，我相信台湾在不久将来也可以转换成现金的。这个游戏第4个特点不是只有玩游戏能赚钱，官方还会送你钱。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怎么送你钱。官方送你钱的途径主要第一个发薪日，官方每个月会发2次薪水，每个月1号跟16号发薪呢，一次是发1000 Depay Coin， 一个月发2000，换算起来大概等于310元台币。第二个彩券，游戏在一些活动中可以取得彩券，彩券抽奖，之前第一次的大奖是777777 Depay Coin 的，换算台币大概13万台币。上一次的活动是取10名玩家，每名玩家可以取得5000 Depay Coin， 换算台币大概是8000台币。关于彩券活动的详情就是看官方的公告。第3个官方送你钱的方式，我们可以来看这里，它每天会随机抽出5个用户，每个用户可以得到5000的 Depay Coin， 就相当于台币800块。我们只要有进来游戏就可以获得这个幸运抽奖的机会。第4个这游戏赚钱的方式呢，就是有 PVP 世界赛。我们可以看一下世界排名的话，最近一次它的排名奖金，总结一下Jabbertribe 职业神传说这款游戏，你可以利用游戏币转换成 Depay Coin， 然后可以透过你的技术及运气，还有官方定期给你的薪水取得 Depay Coin， 最后透过 Depay Coin 转换成比特币，再转换成台币，我们就可以赚到钱。Depay Coin 是有价的货币，所以说官方的话需要你去做实名的认证。这个动作也可以防止币商跟工作室去炒作货币，防止货币崩盘。从我刚才提到，官方跟很多知名会师合作，还有 Depay Coin 在虚拟货币市场也有公定的市价。我认为这款游戏是蛮值得期待的，至少在不花钱的方式去玩玩看，赚赚看钱。至于是你要直接将 Depay Coin 转换成比特币换成台币，还是你要去投资它的艺术守护符，等待未来涨价的时候再卖出，都是不错的方法。至于你偏好哪一个呢？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吗？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请给我一点鼓励，是我持续下去的动力。帮我按个赞，帮我分享，并且留言告诉我你对于做游戏 YouTuber 有没有兴趣。最后请你记得要订阅、留言、加分享，拜拜。